陈其有端，最是无名。全君臣义，承父子亲。家国永安，天下太平。君子今日，百离成人。有时候这是真不明白呀，朕的太子到底是精明还是天真？大家好，我是晚风。鹤唳华亭已经完结了，不知你的追剧后遗症好了吗？鹤唳华亭的整个故事由冠礼案、冲围案、军马案、童谣案、玉带案、常州案等政治事件递次推进。根据目前释出的剧照和片段来看，玉带案和常州案由于各种原因应该几乎被全部删减了。非常可惜的，我们目前能看到的这个故事是一个阉割后的版本。晚风我可以肯定地说，大多数喷鹤唳华亭的人都没有认认真真的把鹤唳华亭看完。从大多数的影评都集中在冠礼案这一点上，就可以看出端倪。冠礼案只是鹤唳华亭的第一个事件，只有1到4集的内容，仅凭几集的内容就去给别人扣一个烂片的帽子，我认为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。此外，大部分的吐槽也都集中在将计就计的剧情处理上，但若仅凭此一点就将整部剧棒杀，未免有因噎废食之嫌。而我做这期视频的原因呢，就是想和大家更为深入地探讨一下鹤唳华亭。首先，鹤唳华亭并不是一部权谋剧，虽然鹤唳华亭以局开篇，多个政治事件相互嵌套贯穿主线，但它本身却是反权术、反阴谋的。所以如果它的权谋部分让人看得不爽，不酣畅淋漓，那太正常了。其次，鹤唳华亭也不是一部爱情剧，甚至连作者自己都说，爱情中的萧定权称不上是一个成熟的男人，爱恨都太过用力，你不能把他当男友，你只有把他当儿子，你才忍得了他。晚风我认为鹤唳华亭更像是一部文人剧，它讲述了一个关于初心、关于坚守的故事。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坚守与妥协之间不断徘徊，最终与自己和解、与世界和解的故事。故事的主角皇太子萧定权是一个具有文人色彩的理想主义者，在波谲云诡的宫廷斗争中，一次又一次的他在术与道中挣扎摇摆，在阴谋诡计与君子之道中纠结取舍，在私心私情与家国大义中权衡抉择。这就是为什么在剧中萧定权一会儿可以雷厉风行、翻云覆雨，一会儿又会悲悲戚戚、泪眼婆娑。他渴求平凡的父子之情，却殊不知他的出生本就是顾家与皇帝权力博弈的结果。他想保护他身边所有的人，母亲、妹妹、老师、太子妃、舅舅，但所有的人最终却都成为他午夜之时挥之不去的梦魇。萧定权这个人物的本身就是分裂的、矛盾的，他永远在不停地斗争，不停地寻找自己的方向。他向往父慈子孝，他爱民生之多艰，渴望用君子之道匡扶大义，救赎天下众人，却奈何举步维艰，寸步难行。这份撕扯一直伴随着整部剧，以至于在观剧时，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禁不住为太子着急。为什么要给对手留下余地？为什么不穿上舅舅给的鞋，走好走的路？为什么不造反？我们之所以可以这样轻松地问出口，是因为我们顺理成章地觉得那才是合时宜、识时务、舍小取大。我们之所以可以这样轻松地问出口，是否是因为我们同样是一个被世俗、被权力异化了的人呢？晚风我想，这大概就是鹤唳华亭的意义。他在用萧定权的故事直击我们的内心。他在问，在世事的浮沉中，我们是否仍旧愿意被这样坚守的人感动？是否仍旧愿意在心中保留下那一块青春与干净？说到这儿，我想提一下罗晋的表演。我首先必须承认自己的肤浅啊，
因为罗晋的颜真不是我的菜，所以这是我看的罗晋的第一部戏，以至于一下惊艳到我。天哪，唐姐夫的演技竟然这么好啊！在《鹤唳华亭》中，罗晋的演绎细腻动人，可以说是为萧定权注入了灵魂。陪表哥去看金榜题名时的鲜衣怒马，为离世的太子妃装上金指甲时的肝肠寸断，甩齐王耳光时的霸气侧漏，与王翁告别时的笑中带泪。如此这般的高光时刻，在《鹤唳华亭》中不胜枚举。至于饱受诟病的哭唧唧，晚风我认为是剧情节奏把握和后期剪辑的问题，跟演员没有任何的关系。总之，以后唐姐夫的作品我都会好好追的。忍着点了，文庆，不疼。我们再回到故事中来，《鹤唳华亭》的总体基调是十分灰暗的。它不仅在暗示整部戏剧的悲剧走向，更是在表达一个时代和一种制度的灰暗，还有相当程度的批判色彩。萧定权的死亡是注定的，是不可避免的。这里我沿用了原著小说的结局，不过如果我们去细究电视剧的结局，也会从很多细枝末节中发现，结局应该也不是 happy ending。比如太子和王翁的离别为什么像永别？冯恩为什么没扶太子下马，而是径直牵马入城？文熙又为什么会说太子失信了？肉食者的无耻与百姓的苦难，以鲜血灌溉出的权势，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结出萧定权所希冀的善的果的。所以，即使选择了造反，萧定权和顾冯恩也势必成为另一个萧锐健和顾思邻。这是历史的轮回，是历史的必然。即使再怀揣赤子之心，也没有办法在那样的时代创造出一个全新的、与众不同的时代。所以，鹤唳华亭以萧定权的死向那个时代、那个制度控诉、反抗、呐喊。为什么那么一个纯粹而坚持的人，最终一定要以死作结？为什么青春和干净的人不能守住他们的位置？这到底是谁的错？这或许本就是一个亘古难解的问题。所以，鹤唳华亭的悲剧是一个无解的悲剧。它不仅是个人的悲剧，更是制度的悲剧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。保重！